用过去，觉得某一种现在常常是眼光与泪光比赛，目的地怎么选择没有应该，从不靠年纪定律判断怎么来。真自在，试探爱情不恋爱是天台，烂 CP 说来就来，我明白。离开我遇见都怪，用真诚迎接每个阶段，是我的小精彩。观众席暗下来，我的追光才亮起来，视线离开掌声，表演才充满安全感。生活要 fantasy， 允许既定存在以外，用排练的好心态去面对这比赛，大不了重来。哎，这都能忘啊？只有当司机又得跑腿儿啊又。结婚？对，我和你。对。哎，别看我快50了，各方面能力都还可以，绩优股来的。那在我公司，你们也见过我先生啊？啊，对，是见过，但是你和你老公打算离婚的事儿呢，老刘都已经告诉我了。嗨，那个老许就太着急了，这不八字还没一撇吗？不跟你说了呢。悠悠，哎，你不是来让我谈项目的吗？我就是让你过来聊项目的。当然，你们如果在项目之外还能有一些别的那个是吧？那别的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，你笑什么？啊？老刘说的一点都没错呀，我这个人从来不玩虚的。刘勇呢，他误会我的意思了。我呢，确实是想和我先生分开，但不是现在。过不下去就离呀，快刀斩乱麻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哪那么容易啊？财产分割不清楚，那就不扯。哎，我给你解决。肯定是钱的事儿，是不是？要多少？不是，这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。再说这是我的私事儿啊，我现在也不想聊啊。难不成他打你，或者是他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了？没有的事儿，真的是没有的事儿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你说呀，我真的能给你解决。总之，我有我的计划，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啊。你是不是看不上我？还是不回话呀？啊，可能没听见还是什么，没接。是不是没听到电话啊？对，可能没听见吧。主要也怪我把自己手机给弄丢了。要是徐鑫给您回电话，您帮我接一下，行吗？哎，好。
小果，妈妈给你洗澡去啊。爸爸呢？我要爸爸给我洗。妈妈给你洗怎么了嘛？为什么一定要爸爸给你洗啊？啊？对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吧？可以。您第一次来我们订座位了。我们给您这边请95折。好，麻烦你们在大众点评给我们做一个好评。没问题。徐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座客人定了。要不咱们换个地儿吧7号房间不是还空着吗？抱歉，不是要最低消费吗？好，诸位，这张桌子坏了啊，你们跟我去包厢，没有最低消费啊。来，几位，请。不好意思啊，跟我来这边，来这边跟我走。我呢，确实是想和我先生分开，但不是现在。回家吧。谁？回家。我回哪儿去啊？人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回哪儿去？我跟你说，他还做了计划。我们俩结婚的时候没有任何计划，这离婚倒出了计划，我这多他娘讽刺！一点苗头都没有。姐，你说我是不是？哦，对了，杜阳要是不漏了嘴了，我压根儿我都不知道他买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原始股的事儿。就我这还琢磨呢，就他对这钱从来都不掖着藏着的啊，怎么偷偷买股票？这事儿压根儿跟我提都不提一句。哎，这呀，原因在这儿。就叫暴风骤雨前的平静。哎呀，别这，我跟你说，你得问清楚这计划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他要不是现在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姐，跟我问问他呗。啊。哎，别喝了。是那孙子，就是那孙子，不是，哪孙子呀？就那孙子，那孙子现在给他又介绍一孙子，啊，不是他那个上大学的时候，他一直追大英，这4年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情书哇，他一封，弄得我倍儿烦。哎，他没追上，大英跟我了，他现在找一土鳖大款，忽悠钱那种，哇，就那样的，他来膈应我。你冷静点。哎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。就这么跟你说。哎呀，我不觉得我俩有什么问题。这就是你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是，他有时候跟我闹点别扭，给我点脸子看啊，然后我也不爽。那过日子不是这样吗？谁不这样呢？啊？那我够包容的了吧？我。冷静点，老徐。觉得老徐也挺好的，你说他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就是我处处让着他，你说我还要对他怎么着？我真没法跟你俩聊了。我也不懂啊，是不是这女人她到了这更年期，她都这样？哎，你这句话算说对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女人要到闭嘴一定岁数，她说真的，扪心自问啊，我觉着我可能我对她太好了，我不能对她这么好。你对她一好，她就使劲地作。是，女人到了更年期都这样，情绪说来就来，脾气说爆就爆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但老徐，我奉劝你啊，如果一会儿你打算回家，最好闭上你的嘴，要不然啊，你这日子不好过了。这事儿啊，
咱就别再劝他了，让他自己悟吧。哎，老徐啊，先回家，回家你也好好反省一下，也许你也有点问题，是不是？我要想不明白了，那就离。你不说，那我就不提。离什么理由？要想离，你早就说了，对吗？咱们是可以，其实孩子笔试过了没？就是，几率还是挺大的。我好紧张呀，我自己考试都没这么紧张过。没关系，今天呢，其实主要是参观学校。哎，我们上午笔试的时候不是考了一轮了吗？对啊，上一轮考孩子，下一轮考家长。考什么呀？数理化我可全忘光了。要是说考明星八卦、购物心得的话，我觉得我能考满分。你呀，各位家长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新世纪小学参加这个见面会。今天在座的各位家长都是有见识、有勇气正视目前全球的教育状况。密集型教育呢是大势所趋，教育投资只会愈演愈烈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校长他没明说，听说很多私立学校都要求必须都是全职妈妈的，只有全职妈妈才能全身心的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。安静点。观念转化，认真负责，消息灵通，支持有力，这也是我们对每一位家长的要求。哎，阿姨啊，你倒是挺厉害呀，之前上过班，现在据说又要重返职场了，而且还听说你老公支持你出来做事情啊。哎呀，等会儿面试的时候，你可千万别说你要重返职场了，免得拖累孩子。对，不能拖累孩子。又想当独立女性，又想做完美妈妈，什么好事都想占着。别忘了，你的成功是让孩子来买单的。这是学校的资料，你们先看看，掂量掂量自己有没有时间、精力和能力当好家长。怎么这么说话？看你恢复的真是好啊，但你这脸色不太好，是不是孩子晚上没少招待你啊？干嘛？这咋啦，珊珊？说哭就哭啊？没什么，就觉得生完孩子之后，所有人的关注点都在孩子。楠姐，你是第一个关心我晚上睡得好不好的。
今天可是翘班来的，我要是带着这一肚子坏情绪回去，说不定就得跟罗芊芊干一仗。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哦，要不这样，大家到我里面坐会儿，喝点茶啊，里面宽敞安静。姐夫，我们没有打扰你工作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你们都来了，这高兴呢。哎，姐夫，甭管我们了，那个我们天天坐办公室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挺好的，没事儿。千万可都别客气啊！行，那你们聊着啊。哎，现在公司怎么样？前后就签了1单，这业绩啊一落千丈，每天就是不停的开人，不停的进人。罗芊芊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跟谁都敢拍桌子。你知道那天拍到傅姐头上，结果她把财务的人都惹急了。第2天，财务科所有的人都要辞职。哼，活该。哎呀，那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们可爱的高董舅舅呀，就象征性的批评了几句，最后是让我跟财务说，让我去把这事儿搞定，求爷爷告奶奶的，傅姐他们才肯留下。哼，哇，真是贱呐！他哪敢惹财务呀？就罗芊芊签的那份合同，多少水分啊！哼，要是真查起来，那份合同啊，早晚是个雷。我现在觉得吧，公司上市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别心疼你那些原始股了，你当时走绝对是明智的。我们楠楠付出了多少啊？那点钱，还是亏了。哎，有总比没有好啊。楠姐，你是不是觉得要少了？那倒没有，就是觉得这公司从一开始我就在，现在听见老东家过得不是很好，心里确实还是有点难过的。这话呢，要是从别人嘴巴里说出来，我一定觉得特别假。但是从你这个傻子嘴巴里说出来的，我相信。你们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和楠姐出差，我印象太深刻了。她胀奶，哎，这不能说。哎，还有一次啊，他一次性给客户打了7、8个小时的电话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不上厕所的吗？这也不能说。哎，傻子，哎，哥 ，PPT 怎么样？你为了工作真的是可以不要命的嘛？楠姐就是这样。行了，别费劲了，你发给我吧，我自己改吧。哥，不是吧？我觉得还行啊，我。行了，发给我吧。徐总，咱们今天中午客人挺多的，要不出去吃吧？哎，对了，徐总，咱要出去吃的话，得提前定位置了，要不这么多人不好约。公司这月税报了？呀，还没有呢。今儿最后一天了。啊，吃完饭我就做。您看看，10点10分刚，吃什么饭啊？啊，那什么，徐总，我马上就做啊。您踏踏实实的，我马上做。我给您加点水啊。经常会忘是吗？那天我在一个论坛上吐槽，现在好多企业都只招35岁以下的员工，我认为这样不合理呀。被一个网友狠狠地骂了，还说什么你干到35岁以上早该是高管了。你肯定是你个人不思进取，肯定就是你自己呀，不努力不作为。还说我是垃圾，只配在垃圾堆里敲键盘。什么玩意儿啊！这键盘侠是没受过社会的毒打吗？这些人啊，等自己到35岁有工作再说。现在1线的城市，基本的工资比较中等的工资只有5000一个月，5000啊，不是5万啊，伙食费都不够。你是不够。我跟你说啊，多去几次人才市场，你就知道这社会有多残酷。哎呀，你别说35了，小点声。就算是25，女性已婚有娃的，已经刷你无数遍了。哎，你说咱们姐儿几个哪个不是李英男精挑细选出来的？啊，就咱们这样在一起干点事儿，那干什么不成啊？你就说我杜姐啊，人力资源金牌小猎手，还有我们珊珊，那是拿过会计证的，财务出纳一把抓。
还有我，我市场可是干了8年呢。我们小夏啊，那是我们的签单小能手啊，高瘦白优秀啊，里子面子都不错。去你的！哎，还有我们小金鱼，对吧？那是妥妥的后勤大管家。你给他1000块，他能给你办出一桌满汉全席来。主要是平时抠门惯了。什么人才都有啦，部门都是全的，就原来公司的缩小版而已嘛。你就说吧，李英男，有什么做不得的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约的画家，你忘了吗？没忘啊，跟黄老师约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。啊，迪斯卡大学那边刚好也在附近。哦，不过我可能还得让老杨带我回去换身衣服。不用了，小叶帮你准备衣服，上车吧。行。这儿的变化太大了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差点走迷路了。还是大学时候好。还行吧。嗯？怎么？你大学不美好吗？别人的大学生活都是梦想、学业、爱情，我的大学生活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钱。每年能拿多少助学金、奖学金？开学的时候怎么交学费？每个月怎么凑齐生活费？哪个食堂最便宜？哪儿的水果店晚上有打折？到了大4，要考 GRE， 也上不起补习班，就只能自己硬学。好不容易考过了，还是要面对钱。签证、机票、保证金。到了美国的大学还是如此。完全看不出来。哼，你就好像从小喝牛奶长大的小孩。是吗？这也能看出来啊？就特别讲究。你是说我事儿吧？你从小在加拿大长大，你应该才是那种喝着牛奶长大的吧？也不是，我父母很早就离婚了，我跟着我爸。一个男人带一个小孩，过的日子特别糟糕。10几岁的时候，我就跟街上的孩子干坏事，也没人再管。直到一天，我就长大了，回学校读书，下课在餐厅打工。那时候的愿望就是考名校，赚大钱。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？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我和我爸住在很穷的地方，一起玩的小孩跟别人打架，被打断了腰椎，没有钱治疗。从15岁开始要坐一辈子的轮椅。我那时候才14岁，就发现，我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的规则。然后呢？大1的冬天，我爸生病了，躺在床上1年多走了。医疗卡上攒了一辈子的钱，一半去付医疗费，剩下一半要去交遗产税。我在想，这算是什么人生？所以你就退学了？退学了，然后就回国，反正去哪都无所谓。那时候就听说，谢先生正在找一个会说英文的司机，我就去了。
你很合适。行不行啊你？我来。我好像说太多了。我和江小白没有什么，对我来说，他只是个小朋友。小白的性格，老师也很清楚，他不会误会的。我是怕你误会我。员工的私生活，只要不影响到工作，我从来不过问。其实，我心里有人。你不问问我心里有谁吗？我对这些情情爱爱的事，从来不感兴趣。如果有人喜欢你，而且喜欢你很多年，想跟你说，你会想知道吗？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需要。那你需要什么？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走吧。等一下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你需要什么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你说。我得癌症了。所以你问我，我需要什么？我需要活着。那我们走了啊，你们就别送了啊！拜拜，你们要多来看看我啊！拜拜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一会儿吃饭啊！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咱们聊两句。其实我也觉得小崔跟那个格格他们不太上进。你要是觉得他们……你别误会啊，我让他们来不是为了暗示你什么。我知道，跟他们来不来没有关系。我觉着你要是不行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他们都那个裁掉。你的人，我都裁了，合适吗？也没什么不行吧。你想想，留谁不留谁，都听你的。稍等一下。谢谢。几层？我也是9层。那正好。听我的，他什么意思呢？上次接茬果的时候他也这么说，不会是又要给我挖坑吧？李英男这个人，我还是挺了解的。基本上你顺着他的意思来，他就心软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他确实比我更有责任心，确实比我更适合管理公司。我不行。什么不行？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啊。我行。哎，我跟你说认真的，你考虑考虑。李英男，快递。哎，这，你们的吗？好，给我。好，谢谢啊。没事。这买什么？玩具。哦，我的。我知道是你的。我给孩子帮你拿进去啊。不成。哎，我说，还买玩具啊？这不是玩具。哎。喂，徐总。哎，我送你的包，收着了吧？收到了，包很漂亮，但是
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没关系的，都是老乡嘛，不用客气。真不是跟您客气，真的不能收。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那帮行为艺术家路子太野了，不适合咱们。不过，我在里面遇到了关少，他说之前跟你聊过一个展，不过当时没有推下去。最近他说钱到位了，又想做起来，想委托给咱们。你还记得那个展吗？关少，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他的资料，需要的话我可以顺道回家拿。顺道回家？你家住在这个附近？对。那你每天上班不是很远？无所谓。你随便坐，我去拿东西。啊，好。你这屋是被偷了吗？还是还没入住呢？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够用了，我需要的东西都在这边。我平时不会请人过来，怕他觉得我很奇怪。你好漂亮。你放心，我很正常。我跟你正好相反，我到哪儿都得大包小包的，生怕临时需要什么找不到。还是太没有安全感了吧？谢谢。以前觉得东西多的时候才能带安全感，现在相反了，空一物反而不怕失去什么，而且头脑更清晰一点，就能想明白什么对自己最重要。什么对你最重要？健康，有点钱，还有希望。遇到困难，更需要希望。希望是这种精神力量。你要相信自己会活下来，也要相信这一切会越来越好。今天谢谢你了。你好好就行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送你。这是什么？能量棒。你觉得累的时候可以吃一口。你真的把我当病人了。哎，你们俩需要帮忙吗？还是需要我回避一下？那我先进去了，明天见。拜。拜。可以啊，很正宗吧？好香啊！我怎么闻到了一股好香的米饭味儿啊？我也闻到了，而且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它有一种让人觉得走进了平行时空，回到过去的感觉。很难找吧这地方？一个朋友介绍的，我自己已经来过几次了。三位打扰一下，米饭来了。谢谢，谢谢。好香啊！谢谢。用餐愉快。谁要的米饭？我。啊？那我想吃点别的，汤或者是面有吗？看这儿，
专做米饭，除米之外只有例汤和配菜，没有别的主食，酷吧？这热量也太高了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你这身材不要了？我跟谢家已经有2、3年没有吃过米饭了。啊，不吃碳水人会变傻的。吃，我只是不在家里吃，因为我们家老谢有一套制成体系的白米饭理论。人类在农业时代以前，靠狩猎和采集为生。他们在大地上游荡，从来不会因为想要占有土地而在任何一个地方停留。那个时候，女人有自由，有权利。但自从人类过上以农作物为主的生活以后，吃上了杂粮，女人就变成了管理炉灶、房子的人。每天思考的就只剩下一天花多少时间煮饭了。他为什么会说这番话？可能只想说，艾英跟其他女人不一样吧。你呀，就是太善良了。刚才后面那2句总结，是我自己加的。老谢说呢，这白米饭看似普通，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它是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主食。全职太太就像白米饭，能量满满，不显山不漏水。一段时间不吃没问题，但时间久了吧，你就老想。当然了，也有别的做法，可以炒饭，可以泡饭，但归根结底，你得先是这碗饭。所以呢，从此以后我在家里看到白米饭，就一点食欲都没有了。但我听老谢这意思，他是说，虽然你是不可或缺的，但你也只能是个全职太太。全职太太怎么了？那全职太太，白米饭也可以有很多配菜啊。全职太太也可以有丰富多彩的生活，比如说画廊，对吧？画廊不是配菜，画廊是主菜。哎，其实啊，我觉得做全职太太挺好的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也要试一试。得了吧你，上次3个月都没坚持住，得亏我跟投了2音。主要是你不知道，现在工作太难找了。也不是工作难找吧，好工作难找。那怎么着啊？我还真上街去摆摊啊！夸张了吧你？真不是夸张。我有一个离职群，那里面有30、40个前同事，那意味着什么呀？每天都叨，全是负能量。所以我有时候在想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前同事啊，就是用一个平台整合资源，让大家互动起来，可以资源共享，互相帮助。可以啊，我觉得这主意挺好的。真的吗？呀，你还没睡啊？你怎么不开灯啊？哦，你干嘛去了？二英约着小英和我们3个人聚聚。就你们仨？嗯。你干嘛呀？哎呀，这小果该醒了。
越来越觉得我和他离婚是对的。露馅儿啦！谁不曾泪流？谁又能看透？谁期待谁回首？在黑暗中孤单颤抖，每个人都自作自受。松里的高楼，童话太稀有，人们争先恐后。就算再随波逐流，再毫无保留，也换不来的片刻灵魂自由。谁听